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现在的美伊状况是如何呢？难道现在是边谈边打吗？好，来看到28号啊，伊朗的革命卫队呢公布了什么？公布他们反击美国空军基地的影片了。可以看到呢，他们是使用这个固体燃料弹药飞弹呢展开了打击，而且他们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哦，说啊，如果美方啊进一步的采取侵略行动的话呢，会去面临更强烈的反击。好，那现在呢，伊朗的媒体也声称啊，说什么？说呢，伊朗从南部发射了飞弹，并且呢，他们要向荷姆兹海峡的船队去开火。哦，这个伊朗的媒体说了，说伊朗的武装部队呢，从该国的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去发射飞弹。但是呢，这个飞弹的最终目的地还不清楚。好，那对此呢，伊朗的南部啊，就是因为它周四的传出了爆炸声嘛。那么伊朗的媒体说啊，是因为啊，我们的防空系统真的有成功拦截哦，拦截到了这个敌对的飞行器，所以导致传出了爆炸声。好，不过啊，是不是美国的飞行器呢？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发文澄清说，没有看到美国的飞机被击落，我们的这个美国的空中资产都清点完毕了哦，所以没有击落这件事情。但是啊，何止是这个两方开打而已？我们来看到啊，其实呢，他们的部署啊，才是默默的正在进行当中呢。因为现在卫星影像就显示呢，伊朗啊正在迅速的重建其飞弹还有无人机武库。好 ，CNN 对最新的卫星影像分析啊，发现啊，伊朗至少已经开放了18个地下飞弹发射井，至少50个。被封锁的入口也都被打通了。那美国的官员就说啊，这个伊朗恢复的速度啊，已经超过了情报部门先前制定的所有时间表了。好，更可怕的是什么呢？现在五角大厦证实啊，美军完全被掌握吗？五角大厦的报告指出呢，他们显示出了啊，在战区服役的美军人员已经成为敌方锁定的目标哦。他们是怎么去被锁定的呢？显示他们敌对势力疑似是利用士兵的手机或者是穿戴装置产生的定位数据，精准的掌握了美军的动向，并且发动攻击。哇，连行踪都透露了，那这个战要怎么打呢？好，那现在两方的这个和平协议是不是有谱了呢？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这么乐观哦。虽然美媒报道说呢，美伊的谈判啊，已经就一个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了哦，就是要延长美以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展开核计划谈判。不过川普转告了调解方说，他还要考虑几天。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主导权是川普哦，结果伊朗马上出来驳斥，说什么呢？说我们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协议，明确拒绝接受目前的协议条款。好，那这简直就是直接打脸了川普啊！川普的面子哪挂得住啊？所以呢，赶快也要对伊朗进行报复。所以呢，美国就对伊朗的军事、石油还有贸易又实施了新的制裁，包括了8艘油轮啊，还有15个实体呢，通通都列入制裁。哦，美国就重申绝对不允许伊朗借由石油收入去重建军事实力了。好，但是现在难道是谈判不成就生气了，把大家都拖下水吗？我们来看到啊，川普又再次呛什么？呛要去炸阿曼哦，因为啊，他说阿曼你可能要跟伊朗一起来共管荷姆兹哦，我不接受，所以呢，你小心啊，我可能要来武力轰炸你了。但是伊朗也说得很酸呐，他说啊，川普你就是一天到晚在喊炸啊，而且一天之内就喊要炸3个国家哦。伊朗的大使馆就发文说，川普早上9点说我要炸掉古巴，下午2点说我要炸掉伊朗，下午5点又说我要炸掉阿曼，一天之内3个国家一片混乱哦，真的是说得非常好啊，点出了问题所在。但是这个古巴啊，也可能是真的哦，因为我们来看到啊，这个
Politico 杂志就揭露了，说五角大厦其实他们已经花费了数个月的时间，在哪里？在加勒比海部署了大批的军队，还有战略武器，就是要对古巴来发动军事攻击，做足准备。那目前美军在该区域集结的武力规模空前哦，只要川普最终批准，那么美军随时能够采取闪电的军事行动哦。闪电的军事行动，难道又要来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吗？但是伊朗他一开始也是想要闪电行动结果拖了这么久哦。但是我们来看到了，难道川普是准备好了，如果伊朗谈不成，我就攻击古巴转移目标吗？金教赖教授，我觉得不能排除因为对拉丁民族跟对于这个穆斯林有意识形态、有宗教信仰的民族，美国的打的结果是不太一样我们看到过去美国的几次对外用兵，它在拉丁美洲几乎都是成功的，也顺利的。当然这个除了很遥远的这个卡斯楚特罗时代那是例外。但是我们看到绝大部分他对拉丁美洲的国家用兵都是顺利，都成功。原因就是因为拉丁民主的抵抗意志通常比较弱，很快的就会屈服投降。这个就是美国对于加勒比地区跟对于这个南美洲它的动手，基本上来讲问题都不大。可是当他面对于亚洲的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例如说韩战，美国没有打赢；越战，美国也没打赢那不管是柬埔寨、高棉等，我们也很明显的看到，美国也没打赢。到了中东地区的战争，几十年下来，30年，美国没有赢得任何一场战争，也就最后你还是要从阿富汗逃走，你还是要从伊拉克撤走，你对叙利亚你还是占领不了，因为现在是伊斯兰国的叙利亚逊尼派的，他们占领了这个叙利亚，然后对于利比亚他也占领不了，所以他对有意识形态、有宗教信仰的跟亚洲的国家，美国没有打过胜仗。当然日本例外日本这个军国主义者说跪就跪，而且跪得很快。平常你看他凶狠但是当他一看大势已去的时候，啪，膝盖马上就跪下来了。这就是军国主义者当他胜利的时候，那惨无人道可是当他失败的时候胆怯懦弱如鼠我觉得军国主义者也是一张嘴而已，每天讲要切什么地方，但是呢，最后做的人也没几个这个就是军国主义者我们所看到他们的特点。好，但是这是美国他们的研究人员他们所做的最后的结论，就是冷战结束后30年，美国在亚洲没有赢得任何一场战争。好，那现在美国他在打委内瑞拉，很快的，没有错，马杜罗被逮捕了。但是古巴会不会那么顺利？那就不一定喽，因为古巴有这个委内瑞拉的前车之鉴，我想他的防御可能不会那么逊了。如果他真的那么逊，我们也只好对于拉丁美洲拉丁民族的这个战争特点，我们也只能尊敬而已这个实在是太特殊了。好，可是这次他跟伊朗，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讲，他完全陷入困局了。不过到现在为止，我想观众朋友看到他们炸来炸去，可是好像还是有节制，也就是不像前一段时间那样大规模的轰炸。前一个月，也就是2月28号开始那一个月，美国对于伊朗炸了几千个、上万个目标，伊朗对于美国跟美国的盟国，他们也炸了这个几千个甚至你也看到他对于阿联酋打了2000多枚导弹，对以色列打了1000多枚导弹，那这个是整个卯足全力开打。可是现在到已经1个礼拜下来了，1个礼拜下来都是属于有节制的、有限度的然后控制在好像不会扩大战端的那个点上来打。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这种打法的目的还是为了谈判我想还是为了要谈判的完成。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会看到这个贝森特会放出讯息说快要达成了。您看到范斯说不见得这2天就会了，但是已经看到一些影子了。你看他们都在放出风，那就代表什么？还是想在谈判中来完成这一次的这个解决跟伊朗的战争。但是
打还是要继续下去，可是都有节制。好，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假设，美国确实清点了啊，中央司令部盘点了他们的所有的飞行器，说都没有受损，那因此美国没有说谎，然后伊朗也没有说谎。假设伊朗也放出一个影片，说我们确实有打下来，如果双方都没说谎，那就相当有可能是第三方有参与者，因为伊朗后来指控说阿联酋在第一时间就有参与美以的军事行动，所以他有正当性去打阿联酋，就是阿拉伯这个酋长国。我想这样的一个动作就不能排除有第三方趁火趁乱的时候也来掺一脚，这个完全不能排除。好，那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国的五角大厦为什么会着急？因为过去它可以利用电子系统对于伊朗的政治领导人进行斩首行动，定位清楚。现在似乎伊朗也可以利用这个定位系统，对于美军进行斩首行动，不一定是斩首，但是定位清楚。为什么？例如说你的跑步器你用苹果的跑步器，然后你有做运动，你有固定的时间，它可能就因为讯息的掌握以后，知道你应该是美军，你固定的在跑步，它就把你定位了以后，就对你做攻击。虽然你不住在营区，你已经住在老百姓的家里，但是它一样可以攻击。这个就会造成美军他们本身人员的安全就受到攻击了，受到威胁了。所以这件事情对美军来说，在中东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因为他们随时被定位。可是这种数据难道不是应该要是一个机密的资料吗？我们请教小舰长。基本上来讲啊，那个美军也有类似我们台湾 MDM 的这种程式，但是这种程式是不是方方面面的，连穿戴装置，例如说有关于Apple Watch 这种，是不是都能够一并锁住？这是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一些厂商跑的绝对都比这一个国防部要来快得多啊。那所以呢，这个问题也就是他们这个跑步运动的这个区域被锁定其实在将近10年前也曾经发生过在台湾过，所以大家其实都没有记得这些教训。那所以现在这些也不足为奇，但是美国在发生这件事情那就很奇怪了。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来看到这个美以一开打的时候，其实为什么伊朗他会攻击这一个这些像帆船酒店这些部分？因为其实这些观光客都走了，那到底是谁在饭店里面？那他们透过电力的使用以及你网络使用的封包数，那个时候伊朗就判断出来，住在饭店里头的其实不是观光客，而是美军因为美军其实在这个波斯湾地区的所有的基地都被打得胡说八道，但是现在可以做什么？现在可以做远距办公嘛，所以他们统统都去住饭店了。所以为什么他们去伊朗去攻击饭店，原因也在此那至于说呢，我们看到美国又说要打伊朗，又说要打古巴，又说要打阿曼，但是我们来看其实现在这一个状况，也就是拖死美国的状况。为什么？因为我们来看这是最新一期美国海军那个协会新闻网它所公布的，我们看到这个尼米兹号这个打击群，它已经到了格瑞纳达这个位置了。那另外它在搭配了原来就在这里的这一个硫磺岛号这个远征打击群。所谓的远征打击群，它就是除了我们讲到硫磺岛号的这一个突击舰之外，那另外它还搭配了2艘的两栖舰艇。例如说啦，我们讲到这一个2栖的这一个船坞登陆舰或者是船坞运输舰的部分，那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阿拉伯海这边。因为阿拉伯海这边除了我们看到有林肯号的打击群，还有布希号的打击群，当然还有迪利波里号的一个远征打击群。另外还有一件事蛮怪的，我们日后来回头看一看，也就是这个预备队的部分，也就是全师号的远征打击群，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最少3艘舰的编队。但是
全4号在这个新加坡已经停了10天了，这已经超过一般我们讲到说这个军舰靠港整补的一个时间了。它为什么一直靠在这里？是有装备坏了吗？那我们来看到为什么我说会把美国给拖死？因为这一个通通都在海上，那通通在海上的话，就是各种的消耗。所以现在还去开辟第2甚至第3战场，对川普来说真的是好事吗？请教董哥。其实我们知道啊，川普他常声东击西啊，跟你谈判的时候，其实他就偷偷打你啊。所以美国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偷偷打你呀，因为他很强啊，打你就被他打了。因为你以为我们正在谈判，怎么可能打我？马杜罗的情况也一样啊，就是说他第2个厉害的武器就是他收买你旁边的很多人，因为美国很有钱嘛，那你在这些国家当一个军人，你大概一年的薪水还不够你儿子到国外去读书1个月，对，所以都是用收买的啊。这2个你就可以看到，他打伊朗一样，他收买很多人，所以他知道包括那些最高领袖那些人的位置。但是当你这一击没有打中的话，那美国下来就没办法打长久战了。每一个长久战只要拖下去，美国一定输。越南是最明显的。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现在川普他其实心里很害怕，他都在讲。你们都说我在乎那个期中选举，我不在乎啊！他很在乎，他在乎他找习近平帮忙啊！那他现在希望伊朗的战争赶快结束啊！福斯电视台刚刚的民调上4月反对这场战争的人55，现在是60几啊！就是说越来越多了。对，那到年底选举，你就可以看到共和党会比较吃亏嘛！就川普来讲，那如果共和党选得不好，因为他现在参议院跟众议院各都5席够半都5席。那如果选得不好，当然大家都怪川普啊。所以我觉得他压力很大，才会口出狂言说一天要炸3个国家，心里很焦躁那我们看，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礼拜，几乎每天都听到美国的官员说，我们在谈判，我们已经马上就要签了。对，真的，每天都有。甚至早上讲说，晚上就会给各位看到我们签出来，签不出来啊。他只要讲完以后，伊朗就出来火了，没有啊，没有人要跟你签啊。那我觉得对他来讲，他很沮丧，因为现在全世界讲话最不可靠就是美国人，就是川普，他讲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啊，对不对？但是你不要觉得说，他不会发生，他可能正在瞄准，偷偷要去攻古巴。古巴认为说你在打伊朗，哪有时间理我，你就惨了。就是川普最会的这一个招数。但是各位朋友，伊朗这个难打是。他们没有想到，因为美国从川普当总统，他有一个方式是过去美国不太愿意采取的，就他不敢打路面的战争啊。你只要到路面，你会死一大堆人，所以他就不愿，他就只能用无人机导弹跟你轰炸。那轰炸到最后，大家看了就，那你又没有占领人家地方，也不算赢啊。现在的战争为什么难打？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刚好就是2月28嘛，在美国时间来讲。今天就是了3个月，刚好3个月了。对，那你3个月拿不下来，你本来2个礼拜、4个礼拜就要拿下来，拿不下来，对你来讲很难。现在更难，因为现在有150万的人到麦加去朝圣，这些可能被波及啊。就各国大家，这个朝圣季节，他们不怕死啊，大家就去朝圣，你不小心打到人家怎么办？所以你今天看到他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认为说我把你封锁，最后。你弹尽援绝，主要武力都被我打败了，你还能怎么样？他就撑得下去，因为他们都主要的那个力量都在地底下，你也侦测不到。所以你今天看到川普现在进退不得，然后他也不晓得怎么办，以为他过去那些偷袭的招式、收买的招式，那些都用光了嘛。骑虎难下了啦。但是说到这个川普不断的开战场，他的战场怎么没有开去南海呢？反倒是荷兰来参与开啊。我们知道呢，这个荷兰的海军这个军舰的直升机27日呢，竟然是飞进了由中共实控的西沙群岛领空，结果就遭到了解放军采取了语音警告，还有电子干扰等措施予以驱离。好，我们来看一下画面。荷兰直升机 I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这个
是解放军的南部战区公开的驱离影片哦，他们出动了多艘056A 以及054A 型的护卫舰。那其中呢，中国海军631舰还有626舰呢，近距离的逼荷兰海军这个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那么中国海军553舰还是用这个英文的方式啊，对他们来提出警告，甚至啊还出动了歼16战机去挂载 PL10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好，那说到了这个荷兰的这个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呢，它是属于7省级防空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具备了区域防空还有反导能力。理论上呢是跟中国的054A 差不多的。好，但是啊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北京首次史无前例的承认了对荷兰的护卫舰部署了警告性电子干扰。好，这就标志着什么呢？涉及了欧洲的海军力量，还有电子战行动以及航行自由任务的南海灰色地带战争中出现了一个危险的升级。好，但是看到美国在南海方面呢，去拉盟友一起来护航，当然也少不了南韩啦，所以现在啊，驻韩的美军司令呢，他又形容了说啊，对中国来说啊，南韩就是怎么样，一把插在亚洲心脏的匕首去年还指定南韩就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固定航母但是呢，中国大陆就批评说，你这样的言论其实充满了敌意，还有攻击性，你越线了但是呢，南韩可以是匕首，但是不能够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怎么说呢？因为其实自从这个李在明上任以来呢，韩国政府就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个战权的移交作为执政的优先事项。但是呢，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了，说美军曾经拒绝韩方说这个在当前的联合司令部的架构之下美军接受韩国军队的联合司令官指挥的话，这个会非常的困难。所以是怎么样？南韩呢，真的是我的小弟，不能够掌握这个战时的指挥权。但是来看到了，说到了大国之间最好还是有一个沟通的平台比较安全。结果呢，现在正在登场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缺席了，这已经是他第2年没有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了。那中国是由谁来出席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去参与的。这个孟祥青他拥有少将的军衔，同时也是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但是呢，他没有行政职务，而且是中国自2007年以来参与香格里拉对谈中层级最低的一位但是我们知道这川习会登场的时候，赫格塞斯还特别到中国而且他也有跟董军会面是不是有在这个场边问说，你今年会不会这个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我们2分是不是能够再谈一谈呢？结果现在直接整个人都消失，没有出席。好，但是说到大国的对抗军武方面的外销也是一个指标。我们来看到现在呢，巴基斯坦跟中国重申要努力去扩大军事合作。那北京方面也指出了，包括了联合演习训练人员交流、国防技术合作呢，都是双方进展的关键领域。而现在更可怕的是什么呢？这就厉害了。这个呢，中国的歼10C 可能要去整合霹雳17它就可以去圈外狙杀预警机这可能会改写什么南亚的空战格局。好，现在网络上流传说呢，解放军的歼10C呢，它已经集成了新型的 DF-43外部武器挂架。那这个挂架是用在干嘛的呢？可以去挂载霹雳17超远程空对空导弹可以怎么样？射程呢是达到了这个美军的3倍而且这个霹雳17呢，它原本是为这个双发重型战机设计的，如今下发到了这个单发中型机，也就说明了中国的空军正在进行整个体系化的战略改变。好，那这样子的改变呢，现状看起来第一个买的国家就可能是巴基斯坦了如果巴基斯坦的歼10C1机队升级成这个可以挂载霹雳17E的外贸版那凭借着这个400公里的射程优势，可能会彻底逆转印度空中兵力的一个现况好，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
北约战舰这一次千里迢迢的来到了西沙群岛，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请教赖教授。荷兰曾经殖民台湾一段时间以后就被我们明朝的郑成功把他赶走了而且被郑成功打得落花流水这个都是历史事实。但是他长期殖民这个印尼，从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他长期殖民印尼，他也殖民过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部分的地区斯里兰卡的部分地区，印度的部分地区所以他对于这个亚洲其实他念念不忘。他事实上还没有认识到，他真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他真的已经不再是海权的大国，他真的已经不再像是一个像样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人呢，非常特别例如说，他要去介入俄乌的战争，他提供飞机给这个乌克兰去打，但是他不敢介入跟俄国的战争，他到亚洲来去挑衅中国大陆。我觉得这个叫做自不量力没看清楚自己是几分几两重，被这样赶走而且被锁定，而且被用电子干扰搞得灰头土脸。但是问题就在于，你今天到西沙群岛这个来，进入了中国的领空，那明天中国很有可能就到你家门口了。不要忘了，大陆也在去年的时候也去了大西洋走了一趟。去参加圣彼得堡的海军节，也穿越了英吉利海峡2次，也到了英国、法国的周边。也就是说，你英国、法国的战舰来，中国的战舰也就过去了。那你现在，你荷兰的战舰也来了，那我想很快的，中国很有可能更大型的战舰还有舰载机，也可能就在你的荷兰的周边走一走了德国也要走一下因为这些国家喜欢到南海到台湾海峡来，那中国大陆也要还以礼嘛，礼尚往来嘛，回访一下，对嘛？这一定要回访一下，而且呢，要多次的回访以后像走亲戚一样以后航母中国也要走这么一趟。韩国很可怜，韩国严格上来讲是2等的国家，它不是1等国家，它标准意义来讲还是次殖民地，因为它现在被美军所这个驻防。然后韩国的军队、韩国的政府没有指挥军队的权利，指挥军队的权利掌握在美国人手中。美国人说打，韩国人就被迫下去打；美国人说不打，韩国人被欺负了也不能够还手。这个就是韩国。所以韩国的李在明一直想把这个指挥权拿回来，他信誓旦旦的说他的任内一定可以拿回来。这段时间还在谈判嘛，说应该马上会有好消息。可是您刚刚已经告诉我们了，没有好消息。韩国人鼓起勇气，有点骨气，脊椎骨要硬要挺，你就夺回来吧。不过我们来看到北京史无前例的承认对荷兰进行了警告性电子干扰。这个警告性电子干扰能够对这个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请教小舰长。有关于这个警告型的这种电子干扰，大家都有很多的一个臆测那这个臆测呢，好像是真的，但是其实不是真的。怎么叫做好像是真的，其实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人会觉得说这种警告性的电子干扰会让这一个荷兰的雷达那个整个故障或者是烧毁，它不会。那它其实会变成这个样子，它的整个雷达幕会变成这个样子，也就是当下你根本无法研判那目标在哪里。其实这里面是很多目标的，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蓝色的一点一点一点的全是目标，可是当对手帮你做这一种宽频式的这种干扰电子干扰的时候，其实你的雷达就长成这样，但是其实能够解决的方法并不多那这代表什么？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会做这样的动作呢？因为电子战本身有一个前提，就是我可以掌握你所有的电子频谱的时候，我才可以对你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要干扰，我必须知道你使用哪一个频段。那你无论你怎么跳频，你大概就在那个区块里头。为什么？因为物理就是物理。那它的这个雷达决定了它的一个使用的那个
波段，那你使用的那个波段呢，我就在你无论怎么跳，我就在这像我们刚刚这样子一个宽频的干扰。那这一次去的呢，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个荷兰海军的德鲁伊特号，也就是这一艘。其实这一艘的确啊，对于荷兰来讲，他觉得它是他的一个主力之一啊。那但是呢，站在这个解放军前面还真的不算什么。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有垂直发射系统，那他应该是有6组了。不过一般来讲，他只装了5组。为什么只装5组嘞？那这就很值得玩味了。那在这个5组里面，一组8枚，也就是共装40枚。它可以装战斧巡弋飞弹，那它也可以装标准2型的防空飞弹。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使用这种固定的有源的相位那个阵列雷达。那这种雷达呢，它的可以征收的距离在150公里。可是最重要的是它后面的这个雷达，我们刚刚讲到它被反制的是这个雷达。那另外，其实我们刚刚也有看到有关于反潜直升机的部分，那也就是这一艘，那不是这一架，那这一架的部分呢，它也就是我们一般看反潜直升机的标配，也就是它前面是有一个磁测仪，磁测仪的本身它也就是在量测这一个海域本身它的水下是否有这一个地磁偏移的部分，但是不一定是潜舰，为什么？有可能是沉船，所以每一次侦测到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海图比对。那但是呢，我们讲到说这一次为什么中国大陆这么硬气，也就是你都被我掌握了，不用嚣张，赶快离开。不过所以现在看起来，在南海的部分，美国只好去拉南海保卫吗？我们请到董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哦，南韩真的很为难啊。那但尹锡悦的做法跟前任的不跟那个跟李在明的做法跟前任尹锡悦不一样。尹锡悦他要抗中嘛，那他甚至去挑衅北韩，派假的无人机器，去装作是北韩来攻击我们。这个人行为之卑劣，真的匪夷所思啊！他假装敌国的飞机来攻击我们国家，所以我们就出动大军去打他，我们就可以戒严了。这样对，都可以戒严，就是匪夷所思哈。那李在明一直要改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因为不需要，因为你再怎么跟他去竞争这些军备，你竞争不过中国大陆李在明很清楚，赖清德他们好像假装不清楚，但是你今天看到就是韩国做这么多的事情，美国一直要逼他因为他过去曾经因为装了萨德系统，瞄准中国大陆，所以跟中国大陆搞得剑拔弩张。好了，现在美国跟伊朗打仗，马上从韩国把萨德系统调到中东的战场，他才不理你，我自己急着要用，我才不管你。那大家就可以看到美国的态度。所以我相信其实这些东西也心知肚明啊。很多国家在美国的逼迫之下，美国现在在科技还有国防，他都要求很多人都要跟他靠拢一起来围堵中国，或者把中国的供应链通通把它断掉，不管科技不管军事上，他都希望这样。那有些国家就表态了，荷兰本来它的光刻机非常厉害，艾斯摩尔那中国大陆有被它供应很多，美国要求断掉，就川普要求断掉，那他们是老大不情愿，因为很赚钱。可是就迫于这样，那他们的执行长2个礼拜前出来讲，他说过不久中国大陆的光刻机会超越我们韩国到荷兰，我们到时候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人家竞争了。他等于说自己知道将来自己会碰到怎么样的情况。那这一次在南海，几乎欧洲这些国家都来过了，就给美国看说我们有照你的愤怒来这边骚扰。你知道世界的军力排名荷兰排名第几吗？34，台湾排名多少嘛？22，他还在我们后面呢。他也来了。对，美国当然排名第一，俄国第2，中国大陆第3，他排名34，他有什么东西呀？就像刚赖老师所讲，你连郑成功都打不赢了，你是西方的先进科技的船队，那时候荷兰是世界上海军数1数2，你看他可以占领面积比他大几10倍的印尼，他为什么台湾是被他占领？他是用印尼在遥控台湾啊！我在印尼台湾离这边不远，我们也顺便兼着那个
可是他没那么多兵力，台湾他只能占领台南这一带，好，就南部的一点点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现在在跟美国表态的话，现在很多国家其实都很清楚，你跟美国表态，美国最后还是不理你，就好像韩国的情况一样。所以，就是做一点样子可以，但是碰到中国大陆，我们用电子跟你干扰，你就知道你的武力跟我相差太多了。我这系统一开的时候，你所有东西都瘫痪。你的眼睛就变成视网膜玻璃，有没有看到？刚小院长的那个图片，就这么回事啊！就是一个瞎子一样。对，直接让你瞎掉了。所以听起来荷兰应该也是不太情愿要来这个南海缴获啦哈。但是呢，美中之间的对抗不只是在南海哦，已经到了太空了。来看到呢，最近啊，美国的火箭发射，但是呢又遇到了一些阻碍。这个是贝佐斯他成立的美国太空公司蓝色起源，好，29号在佛州来试射火箭的时候发生了大爆炸，哇，看到这个火球真的是非常的巨大，威力惊人呐，就连临近卡纳维拉尔角一带的居民呢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明显的震动。当地是一度陷入了恐慌。好，那今年4月呢，这个蓝色起源的辛格伦火箭呐，它呢才是遭到了美国联邦太空总署下令停飞的。如今呢，又因为这个引擎故障展开调查，现在啊地面测试又发生爆炸，真的是一波三折。就连他的对手马斯克有 SpaceX 他都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也说啊发射火箭真的是非常的难。好，而且这团火球呢，现在也烧到了 NASA 的屁股了。为什么呢？因为蓝色起源啊，就是 NASA 月球着陆系统的主承包商之一。辛格伦火箭啊，是蓝色起源公司研发的，可以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那么 NASA 局长也说啦，说对这件事情是否会对 NASA 主导的阿提米斯登月计划月球基地计划造成影响呢？NASA 会适时的来发布相关的这些资讯。但是啊，美国的火箭爆炸，然后登月计划摇摇欲坠，美国的学者就很紧张了。我们来看到美国的智库研究员就说出来了，说啊，依照当前的发展轨迹啊，中国很可能会在美国重返月球前就先行登月，并且透过制定各种规范、标准、法律框架的方式，取得对美国的战略优势地位。好，那如果美国想要胜利的话，就要赶快加速推动重返月球的阿提米斯计划，并且考虑在月球去部署军事力量。好，但是中国什么时候可以登月呢？哇，预计在2030年前就要去登月，而且这个进度还有可能超前呐，也就是在2030年前，剩多久啊？4年就可能已经登月了。而且不止如此啊，现在中国呢，甚至在测试怎么样，人类能不能够在太空中繁衍后代。5月11号的时候，中国将人类合成的胚胎2组样本放在一个实验舱内，接着搭乘天舟10号补给任务来放入天宫太空站。这个是同类实验中的首次哦，就是要确定啊人类发育的早期阶段能不能够在这样子微重力环境之下来进行生存了。好了，除了这个太空之外呢，现在美中最棘手的竞争问题就是 AI 了。来看到现在啊，中国的 AI 成本怎么会一直在降价呢？我们来看到 DeepSeek 还有小米是大幅调降了其大型语言模型服务的价格，部分甚至这个降幅达到了99%，这个趋势啊可能会重新定义全球 AI 市场的竞争格局哦。因为怎么样？中国降价，结果美国是涨价因为 OpenAI 公司将这个于4月底推出的 GPT 5.5 模型呢，它把输出的价格给提高了1倍哦。好，但是为什么中国可以一直降价呢？来看到啊，中国政府呢是倾了全国之力来这个发展 AI 的。中国政府现在啊，甚至要求怎么样，人才啊必须要列管，包括了阿里巴巴、DeepSeek 等企业的顶尖 AI 研究人，他出境之前还要获得批准。那部分人甚至被要求要提前去报备你海外行程就是因为对他们来说 AI 不仅仅是个产业问题，而且是一种战略能力这个情况啊，这个氛围啊，是不是就让大家想到了很像是冷战时代的核专家管理呢？
好，就是因为 AI 太热了，所以现在啊也改写了中国的出口版图。现在啊，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是越来越从容以对了。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呢，是有望连续第6个季度上涨。如果成真啊，这个是自2013年以来前所未见的涨势。好，那说到现在科技发展进步，很便宜的还有什么？还有人形机器人吗？《华尔街日报》报道了说啊，下一波的中国冲击就是机器人了，而且可能比二手车还要便宜。好，他说中国政府正试图将一种更奇特的产品产业化，能够组装零件，能够测试产品，甚至是搬运货箱。最终接手人类重复性劳动的人形机器人，好，甚至啊一些人形机器人的售价低到只要13500美元。好，这种低价呢是整个国家去支持的，而相较于美方呢，则是靠着企业去带头。这2种不同的体制，最后谁会获得这个制胜权？我们请教赖教授。我觉得世界在变的速度越来越快哈。我们能不能跟得上这个世界？我们能不能跟得上这个速度，也决定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希望观众朋友都要理解到这个世界科技的变化一日千里。先看一下太空的计划，太空计划确实很难。当大家都习以为常说，哎呦，怎么大陆又那个发射火箭成功啊？神舟啊，这次载人又成功啊，这个天舟啊，这个载物啊又成功，然后这个探月的计划又成功，好像火箭发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中国大陆他们本身在品管这个部分，还有在这个每一次的新的啊，例如说要更大容量的啊、更大载荷量的火箭体，在做发射的时候，他们的论证的时间会用得更周密、更严谨，然后在整个工序这个部分管制得更严。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您看到每一次就又突破了，载荷更大了，容量更大了，体积更大了，然后都发射成功。所以大家都觉得说火箭发射本来就会成功，其实没有，其实常常容易失败。那美国它是比较勇于冒险的精神，它会去尝试，也是一样要扩大它的容量。可是问题就在于现在的制造能力，美国的工艺制造能力的品管远不如中国大陆工艺制造能力的品管。所以在美国，而且美国的科学论证这个部分的严谨度也不见得比中国大陆的严谨度高的时候，您看到了啊，火箭发射失败的频率就高了。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美国发射火箭失败的频率，还有日本火箭发射失败的频率，都远远高于中国大陆的火箭发射失败的频率。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一些原来的老牌的工业国，他们已经开始掉漆了啊！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他们要先承认他们落后了，要先承认他们有问题了，然后你不要一直老是在指责中国大陆，要压制中国大陆，应该是先把自己弄好，然后增加自己的竞争力。但是这些国家通常不愿意这样做，那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就乐观其成嘛，就看你一次一次的爆炸啊，然后你一次的爆炸，你就往后再推。美国说要这个登月，说本来说2023年。后来说做不到2025年，又做不到2028年，那现在大家也不确定他能做得到。然后又说我2030年的时候我要完成月球基地，大家都会觉得鬼了啊，其实一个字嘛，鬼了啊。那英国卫报他认为说，在未来的太空计划中啊，中国大陆2030年一定可以登月，可是他们认为美国能不能登月，他们持一个问号。哇，那这个就代表什么？他们对美国没有把握，可他们对中国大陆，他们认为只有提前而不会延后，这个差距就非常的大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现在美中的科技冷战铁幕已经落下了吗？请教小舰长。如果我们看这一次啊，神舟23号成功的发射，其实大家觉得就像刚刚赖老师讲的，大家以为这个是水到渠成，不是，而是他们不断的努力的结果。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啊，也就是上一次的时候，其实这个舷窗啊，有因为太空垃圾的撞击啊，撞出一个类似像发丝一样的一个裂缝。那但是呢，中国大陆为了有关于安全的部分呢，立刻发射另外一个那个太空舱上去，就是那个太空舱
就不用了。那为什么那个太空舱回返地球的时候是个空舱？那这一次呢，它直接在外面再加了2层的这一个舷窗，那这个舷窗也就变成说是以前的以前只有1道，它现在呢有3道，这非常的保险。那另外我们来看这个发射的，大家只看到哦，这有马赫环啊，这个一般的发射很正常，但是重点在左上角4K 的转播，也就是你家里的那个，无论是你的宽屏或者是你的电视，可以的话都可以收得到。那另外我们来看美国的阿特马斯的这个计划，大家有没有看到它这一个过程？其实呢，这阿波罗计划就已经飞过了。那个最不成功的阿波罗13也是这样飞的啊。那现在只不过在复刻50年前的一个过程，而且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它都是用这一个我们讲到的天宫太空站作为一个作为一个中继点，可是美国没有这个中继点了，代表的是什么？美国没有这个实力。所以在这个科技上面啊，还有太空领域上面啊，美中真的是差距越拉越远了。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完蛋。好，究竟为什么中国的 AI 可以一直降价呢？请教董哥。其实最近美国有一个故事哦，很多人流传很多，就是 NASA 世界那个太空组织啊，太空总署的这个，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最强的那些科学家，就是不是死亡就是失踪，10几个人。那最近美国政府觉得很吃惊啊，这些人到底怎么了？然后他们现在联邦调查局正在查NASA 可以讲现在青黄不接，因为它的经费越来越少，被中国大陆远远的赶去。那跟我们比较相关的是什么？就是大概几天前啊，国民党的青年部主任连胜武带着20几个台湾的青年他们去中国大陆请他们去内蒙去看那个载人的那个飞船，那就是代表他航天科技里面的一环。所有台湾年轻人都吓坏了，原来人家已经强到这样了。我们在台湾听到很多东西都是假消息，民进党给你讲中国大陆很多东西都落后，都怎么样？如果他那么落后，我们买那么多武器干嘛？我们就可以打赢他了嘛。大家可以看到，所以你要去看别人有很多东西在进步，那中国大陆很多东西进步到匪夷所思啊。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将来的 AI 或者它的机器人，其实是未来的2个大的方向。台湾的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说，中国大陆那机器人跳来跳去好看头而已啦，没有什么用。这个就是很轻佻。因为很多东西，就像我用手机用30年，以前手机就只有接电话跟收电话，现在手机可以拍影片，可以自己开一个节目。就说你很难想象，它很多东西初阶的时候没有做，它是很粗糙，慢慢做起来。那做出来，他发觉这个不足，还应该有什么功能，他就慢慢的添加。